陈平一言脱下外袍，露出左臂上一道浅浅的伤口，那是黑袍人自爆时被飞剑的碎石划伤的，虽不深，却还残留着一丝邪气。林雪看到伤口，眼中闪过一丝心疼，她小心翼翼地用布巾蘸着灵水，轻轻擦拭着伤口周围的血迹，动作轻柔的仿佛怕碰疼它。灵水的温热与仙草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伤口处传来一阵舒适的暖意，残留的邪气也渐渐消散。师兄，你下次一定要更小心些。林雪一边为他涂抹伤药，一边轻声道，声音带着几分哽咽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可我还是会担心你出事，担心我再也见不到你。陈平看着他低垂的眼帘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，心中一软，抬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傻丫头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会更小心。凌雪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水光，却强忍着没掉下来。师兄，我听师尊说了，你要和胡大师一起去找恶道店总店，对吗？陈平心中一怔，随即点头，是。胡氏一族的神魂在总店，我不能让胡大师独自前往，而且神殿六店主屡屡针对我，六重天的神殿六殿，我也必须去一趟。林雪咬了咬唇，沉默了片刻，才缓缓道，我知道，我拦不住你，你有你的志向，有你要做的事，我不能成为你的累赘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眼中闪过一丝坚定，我会在剑圣城好好修炼，等你回来，等我变得更强，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就能和你一起战斗了。看着他眼中的坚定，陈平心中触动不已。他知道林雪早已不是那个需要他时刻保护的小姑娘，她有自己的成长，有自己的骄傲。好，陈平笑着点头，我等你变得更强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夜色渐深，剑宗驻地渐渐安静下来，只有偶尔传来的虫鸣和弟子们修炼的凌厉波动。林雪没有离开，她坐在陈平身边，为他整理着明日要带的行李，几瓶伤药，还有他亲手采摘的仙草。他一边整理，一边絮絮叨叨地叮嘱着，师兄，六重天的仙气比五重天浓，修炼时要注意控制灵力，别贪多，遇到不认识的妖兽，一定要先观察清楚，别贸然动手。还有，这瓶清心丹你带在身上，要是遇到邪气侵袭，能帮你稳住心神。陈平耐心地听着，偶尔点头应和。他知道这些叮嘱的背后是林雪满满的不舍与牵挂。林雪，陈平打断他的话，声音低沉而温柔，等我处理完六重天的事，找到恶道店总店，一定会回来找你。林雪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抬头看向他，眼中满是依恋，师兄，我等你，无论多久，我都等你。他站起身，轻轻扑进陈平怀里，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，脸颊贴在他的胸口，感受着他沉稳的心跳。陈平抬手抱住他，鼻尖萦绕着他发间的清香，心中满是柔软。师兄，林雪的声音闷闷的，我想让你记住我。陈平低头看着怀中人的发顶，轻声道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。夜色渐浓，房间里的灯光摇曳，映出两道相拥的身影，满是不舍与温情。你哪里还疼吗？陈平柔情地看着林雪问道。有点。林雪点了点头。我给你揉揉。陈平说着，就把手按了上去，给林雪轻轻揉着。林雪本想拒绝，可那种触感让她身体微颤，浑身很舒服，所以微闭上双目，慢慢些享受着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陈平看到自己的手都湿了，知道时机成熟。伴随着林雪一声呻吟，陈平捅了进去。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剑宗驻地的广场上便已站满了人。墨尘、李淳风、南霸天站在最前方，身后是数十名剑宗弟子。林雪站在墨尘身侧，手中紧攥着一个包裹，眼中满是不舍，却强忍着没有掉泪。陈平和胡麻子站在广场中央，身上已经换了干净的衣物，背着装满资源和伤药的行囊。师尊，陈平朝着墨尘拱手行礼，语气恭敬，此次前往六重天，不知归期，剑宗之事便劳烦师尊多费心了。墨尘点头，
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个玉瓶，递给陈平，这是凝神丹，共30颗，能在战斗中帮你稳住心神，抵挡邪气。你此去6重天，危机四伏，务必保重。陈平接过玉瓶，郑重道：多谢师尊。还有你，胡大师。墨尘看向胡麻子，递过一个储物袋，这里面是一些符咒的材料。你擅长符咒之术，这些材料或许能帮到你。胡麻子接过储物袋，咧嘴一笑：多谢墨尘兄，等老子找到族人的神魂，一定回来陪你喝几杯。这时李淳风走上前，手中拿着一张泛黄的地图，递给陈平：陈先生，6重天不比5重天，势力错综复杂，神殿6殿在6重天根基深厚。你到了6重天，可先去雷音观找无极道长。你跟着无极道长既然有渊源，我想他肯定会帮你的。况且在6重天还有一个神国，里面全都是神族修士，神殿的6殿也是神族势力。如果陈先生对付神殿的6殿，不知道这神国会不会插手。神国？陈平满脸疑惑。我也只是听说6重天之后，神族修士就开始变得多了起来，所以你要慎重。李淳风说道。我明白。陈平点了点头，然后接过地图，上面标注着一些6重天的势力分布。陈先生，我曾答应你，为你效力300年的。你去6重天，我本要随你一起，只是……南霸天手牵着小翠，眼中满是不舍。只是小翠怀孕了，我怕是不能跟你走南闯北了。你真牛逼呀，这么快就怀上了。陈平有些惊讶。要知道，修士跟着普通人不一样，普通人或许睡一觉就能怀上孩子，可修士本就是逆天改命，身体机能有了变化，虽然能够存活很多年，但想要有子嗣是很难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修士到处都有双修伴侣，可一个孩子都没有的原因，并不是他们不想要，而是身体机能不允许了。南霸天跟着小翠这才多长时间，小翠竟然就怀孕了。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反正就怀上了。南霸天咧嘴一笑，恭喜你了，等孩子出生，我要来喝喜酒。陈平淡淡一笑道，陈先生，说起来也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消了我体内的邪修功法，我也不可能怀孕的。我这里有一个令牌，在6重天也有消息楼，陈先生若是想要得到什么消息，可以拿着我的令牌去，只有他们知道，肯定会告诉你的。小翠把一个十分精致的令牌递给了陈平。多谢小翠姑娘。陈平接过令牌说道。好了，该说的都差不多了，前路虽险，但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平安归来。墨尘开口说道。陈平与胡麻子对视一眼，同时朝着众人拱手行礼，诸位保重，我们走了。凌雪看着陈平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些什么，却最终只化作一句，师兄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陈平看着他眼中的水光，心中一软，点头道，等我。话音落，两人周身灵力暴涨，脚下御空竹施展到极致，身形化作2道流光，朝着天际飞去。凌雪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。他抬手擦了擦眼泪，心中默念，师兄，我会好好修炼，等你回来。墨尘、李淳风、南霸天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天际，眼中满是凝重。他们都知道6重天的路远比5重天难走，神殿6殿与恶道殿总殿都是极为棘手的对手，希望他们能平安吧。李淳风轻声道。墨尘点头，陈平这孩子心性坚韧，气运不凡，又有胡大师相助，定能化险为夷。离开剑圣城后，陈平和胡麻子一路朝着6重天的方向疾驰。5重天与6重天的边界是一片名为断云岭的山脉，山脉高耸入云，终年被厚厚的云层笼罩，云层中蕴含着浓郁的空间之力，寻常修士根本无法穿越，只有达到地仙境7品修为，才能勉强抵挡空间之力的撕扯。前面就是断云岭了。陈平指着前方那片被云层覆盖的山脉，沉声道，据说里面的空间之力极为混乱，我们要小心些。胡麻子点头，从储物袋中取出2张黄色的符咒，递给陈平一张，
这是定空符，能帮我们稳定周围的空间之力，减少阻力。陈平接过符咒，将其贴在身上，符咒瞬间化作一道淡淡的黄光，笼罩在他周身。果然感受到周围的空间之力变得温和了许多。两人不再多言，身形一晃，钻进了断云岭的云层之中。刚进入云层，便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拉扯力，仿佛要将他们的身体撕裂。周围的空间不断扭曲，时而出现一道道黑色的空间裂缝，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。小心空间裂缝！胡麻子大喝一声，手中符咒不断打出，一道道黄光落在周围，将空间裂缝暂时稳住。陈平也凝神戒备，体内神龙之力运转，金色的鳞片覆盖双臂，周身金光暴涨，将空间之力的拉扯挡在体外。斩龙剑在身侧嗡鸣，剑气不时斩出，将靠近的空间裂缝斩断。两人在云层中艰难地穿梭，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和空间扭曲的滋滋声，眼前是不断变化的云层与空间裂缝，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丝光亮，前面就是六重天了。胡麻子眼中闪过一丝兴奋，加快了速度。两人朝着光亮处冲去，穿过最后一层云层，眼前的景象瞬间变了。天空不再是五重天的淡蓝色，而是呈现出一种深邃的湛蓝色。云层如同棉絮般漂浮在空中，散发着浓郁的仙气。下方是连绵起伏的山脉，山脉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，森林中不时传来妖兽的嘶吼，气息比五重天的妖兽强横数倍，好浓的仙气。胡麻子深吸一口气，脸上露出惊叹之色，比五重天至少浓了3倍。在这里修炼，速度至少能提升1倍。陈平也感受到了空气中的灵气，心中暗惊，六重天的仙气浓度确实远超五重天，也难怪六重天的修士修为普遍比五重天高。这才是六重天，如果到9重天是19重天，最后到达36重天的时候，那仙气还不浓郁成实质呀。湛蓝色的天幕下，2道流光划破云层，稳稳落在一片茂密的古林之中。陈平收起周身的金光，指尖还残留着穿越断云岭时空间之力的刺痛感，而胡麻子则迫不及待地深吸了一口空气，脸上满是惊叹。好家伙，这6重天的仙气简直比5重天的灵泉还要醇厚。胡麻子咂了咂嘴，灵力在体内运转1周，只觉经脉都变得舒畅了几分。老子在地仙境9品卡了这么久，说不定在这儿待上几个月就能摸到人仙境的门槛了。陈平没有接话，目光早已扫过四周。这片古林与5重天的黑风山脉截然不同，树木粗壮的需10余人合抱，树干上覆盖着淡金色的苔藓，散发着微弱的灵力波动。地面上随处可见拳头大小的晶石，折射着阳光，泛着莹润的光泽。远处传来的妖兽嘶吼，气息雄浑的足以让5重天的地仙境初期修士胆寒。小心些！陈平按住腰间的斩龙剑，剑身在鞘中微微嗡鸣，似在预警6重天的妖兽不仅实力更强，恐怕还带着几分仙气滋养出的诡异能力。话音刚落，左侧的密林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巨响，紧接着便是一阵狂风袭来，地面的落叶被卷得漫天飞舞。一道庞然大物从树后冲出，通体覆盖着青黑色的鳞片，脑袋如同巨鳄，却长着3只猩红的眼睛，背上还生着一对残缺的肉翼，咸水从锋利的獠牙间滴落，落在地上瞬间腐蚀出一个个小坑。是3眼腐灵兽。胡麻子脸色微变，从储物袋中摸出2张符咒。老子在5重天的古籍上见过记载，这畜生的鳞片能挡地仙境7品的攻击。咸水有剧毒，最麻烦的是它第3只眼睛能喷吐腐气，沾到就会侵蚀神魂。3眼腐灵兽显然将2人当成了猎物。第3只眼睛骤然亮起红光，一道墨绿色的腐气如同利剑般射向陈平。陈平脚步微动，欲火步施展开来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，避开腐气，腐气落在身后的古树上。
树干瞬间变黑腐烂，短短数息便化为一滩黑水。来得好！胡麻子大笑一声，将手中的符咒掷出，烈焰符。2道火光在空中炸开，化作2条火蛇缠向三眼府灵兽。火蛇触碰到鳞片，发出滋滋的声响，却没能突破防御，只是留下了2道焦痕。三眼府灵兽吃痛，怒吼一声，张开巨口朝着胡麻子咬来。胡麻子不敢应接，连忙祭出一张风行符，身形向后飘出数丈，同时反手打出一张束缚符。黄色的符文在空中交织成一张大网，将三眼府灵兽的4肢缠住。陈平，动手！胡麻子大喝。陈平眼中金光一闪，体内神龙之力疯狂运转，斩龙剑出鞘，一道金色的剑气带着熊熊火焰劈出。龙眼斩，剑气落在三眼府灵兽的背上，鳞片瞬间碎裂，火焰顺势蔓延开来，灼烧着它的皮肉。吼！三眼府灵兽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符，可胡麻子早已补了数张符咒，符文越收越紧，将他牢牢捆在原地。金色火焰不断吞噬着他的生机，他的气息越来越弱，最终瘫倒在地，化作一堆焦黑的尸体。陈平缓步走上前，斩龙剑上的火焰渐渐熄灭，